察哥哥，哎呦，怎么了你？警察哥哥，我的脚崴了，能扶我一下吗？是吗？啊，来，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哎呀！局长，那卖香烟那小子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对，下令抓人，走。哎，小顺子，哎，哥，丽丽姐要香烟，我给她送烟去。好，进去吧。哎，谢谢哥。局长，就是那小子。请问你们是警察局的乞丐。丽姐，外面有警察要抓我。杯子什么都擦干净啊！是警察。哟，各位老总，这怎么了？您来也不跟我招呼一声，我好去迎接你啊！你少废话，警察执行公务，你要配合。我没犯什么事儿啊，还就是那些走私的活，也不至于这么多人来抓我呀。那你还在这儿干嘛呀？那赶紧逃啊！丽丽姐，我有件事拜托你。你少废话。我问你，刚才买烟的那个小妞去哪儿了？万一我被警察抓住了，这个东西你帮我保管一下，交给衡山路62号。记住了，衡山路62号。丽丽在哪？2楼化妆间吧。化妆间抓人。这，拜托了。哎，小顺子，小顺子，就是他，抓着他！站住，别跑！就是他，抓住他！小子，站住！你别跑！有事吗？丽丽小姐，请问贵姓啊？我姓吴啊。姓吴。他说他姓吴。我看你姓周吧。你们是认错人了吧？行了，周小姐，别演戏了。演戏？我可真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。你们不是来找小顺子的吗？怎么我倒成了神偷了？还不承认？走。是。哎，你们要干嘛呀？这儿可没有你们要找的东西。局长，找到了。周小姐，铁证如山，你还不承认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就是这把飞刀，我毕生难忘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好啊，房局长。我明白了，原来站在我背后的人才是真正的周小姐。你好，周小姐。别动！不好了，组长，出麻烦了。出什么麻烦了？哎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你们局长在后面呢。谁他妈的信你？你回头看看。干嘛？啊，局长！局长，别过来！你们俩就是个废物，连个小崽子都抓不住。哇塞，姐，你可真厉害！什么？他们怎么就认定周小姐在夜来香呢？可能是情报有误，抓错人了。算了，不管有没有弄错，他们已经打乱了我们的计划。一旦这样，进入日军司令部可就难了。房局长，
冤有头债有主，这笔账你就算在我周正雅一个人头上，与其他人无关。有本事你就抓住我，记住了。小顺子，哎，我们走。好嘞。等一下，你们要是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他们一定还会再来找我的。放虎归山，龙入大海，还说信得过他？姐姐，别说风凉话了。难道我真的看错他了？是在说我吗？姐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都急坏了。对不起，蒋大哥，出了点状况，我来晚了。不晚不晚，还来得及。周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，但是康康舞团的计划泡汤了，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进入日军司令部呢。我知道，我是从夜来乡来的。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以后再说。我们这儿不是有很多女人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化妆成康康舞团的混进去？对呀，这才几个呀！再说装也得装得像啊！你们会跳吗？一进去都露馅儿。不是还有我吗？秀丽，姐，没想到是我吧？你好，邵总，请出示证件。啊，前野少佐，请进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他们这些人是做什么的？啊，他们是今晚来演出的。哦。哎，这宴会已经开始了，你们怎么还不进去啊？我们也不想迟到啊。可是这位太君检查了这么久，还没检查完。太君，这些女孩子是跳舞的。进去吧。好。哎，都走吧，走吧。你去把那个翻译官给我叫过来。哎，你，啊，就是你，过来。少佐问你话。嗨，太君。他们是演什么节目的？回太君的话，他们是来跳康康舞的。好，开车吧。你慢走啊。什么？我问，你们是不是让这个夜来香的舞女去跳舞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叫康康舞。你能说日语吗？中国话我不太明白。康康舞。哎呀，你明不明白啊？你等等，陈先生，哎，你过来。太君，有什么吩咐啊？有个中国人往这边打电话，你听听。好。喂，你找哪位啊？哎呦，终于听到中国话了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不是邀请了夜来香的舞女去你们那儿跳康康舞啊？你哪里啊？我是警察局啊。喂？喂？大日本皇军陆军参谋前野正信向将军问安。欢迎欢迎，快快入座吧。嗨。准备好了吗？记住，这个节目之后就是我们上场。鼓声一完，你必须马上回到这里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好，开始行动。
那就好，一切总还顺利。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？刚才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过来询问，司令部有没有邀请跳舞的康康舞团过去表演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我接的电话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什么都没说就把电话挂了。你怎么能什么都不说就挂了呢？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，而且还有日本卫兵就在我身边，我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有。如果康康舞团真的没过来表演的话，那岂不是更麻烦？没事的，大家做好自己的事。那你什么都不说就挂了，上海警察局岂不是更要起疑心？哎，方局长，您去哪儿啊？您不能把我一人关这儿啊！你少废话，好好待着。于队长，局长，给我好好看着啊！等我回来处理。是。方局长，哎，方局长，杨副组长，我建议立刻取消行动，马上撤离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哈！哈！嗨！怎么会有女人？是不是刚才那个人藏哪儿了？这些当官的真会享福，我们当兵的却在受苦。哎，你去看看。我去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将军，你不是有文件要给我吗？不行，必须按原计划执行任务。如果一旦暴露，我们谁也出不去，全部得死在这儿。既然来了，就没怕过死。难道你怕了？副组长，闭嘴！你一个人想死，不要拉着我们和你一起陪葬。我不是让你看着他们吗？看着我们，别忘了，是你们求我们来帮你们的，不是我们欠你的。就是啊，有你们这么求人帮忙的吗？姐，现在要穿帮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就走。可是，周姐姐还在楼上呢。我们自身都难保了，还顾她？可是，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走。哼，你说不走就不走。站住！哪儿来的枪？你管！副组长，你怎么把枪带进来了？万一进门的时候被查到，我们就全完了。你给我闭嘴！现在谁也不许走，必须等周正雅把情报搞到。别动！再动我就开枪！副组长，你开枪啊！你一开枪，日本人都能听得见。副组长。现在也该我们说了算了，咱们赶紧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姐姐，我们真的不管周姐姐了。我也不想。吴小姐，你们走吧，我们是不会走的。
吓我一跳。哎呀，你别开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哎呀，还有一点就行了。我去说吧，上来就是浪费时间。不是，我们再不走，日本人很快就发现我们是假装夜来香的舞女。赶紧走，真的来不及了，快点！你再给我2分钟。哎呀，你真的别开了，你不要命了？千野君，真的不想在这里陪我一起倒数新年了？将军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属下确实有些累了。好吧，你长途跋涉，旅途劳顿，是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。多谢将军关心。到我办公室来，我把材料转交给你。是。周姐姐。嘘。有人上来了，这下真的来不及了，人已经往我们这边过来了。怎么连个士兵都没有？哦，今天是新年，可能都去庆祝了吧？是。服部少佐，房局长，服部少佐，新年好。房局长新年都不休息，找我有何贵干？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我能骗您吗？方局长刚才给日本人打过电话。那好吧，我就帮你跑一趟。哎，好。这是金浦路作战计划修订。没错，千野君，你看看，提意见。属下不才，怎能对将军的计划指手画脚？这儿也没有旁人，尽管畅所欲言。是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派人去办。哎呀，那就麻烦服部少佐了，我就在这儿等着就行。好。怎么样？如此，按照将军您的计划，中国50万主力部队将在金浦路一线被我大日本皇军全线歼灭，中国政府将再无可战之兵，投降是指日可待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千野君这么有信心。徐州台儿庄一役虽是中国军队占据上风，但已是竭尽全力，并且他们的中央主力军已全部吸引至此。殊不料，已深陷我军包围圈之中。只是什么？为何陆军本部既然首肯了您的作战计划，却又要调您回本土？大本营的人原是不同意我的计划，他们认为应溯长江而上，攻取武汉，逼中国政府投降。事已至此，高下已分，我即将调回本土，接替我的人。军部虽说还没有最后结论，但你我都明白，你的父亲前野元忠就是这不二人选。这份计划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些文件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走，一定要严加保密。是。少爷，开饭啦！好，马上来。
还有心思做白日梦，赶紧找找东西藏在哪儿了。姐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怎么知道这后面有机关呢？这不是他找着的，而是他早就知道这里有。早就知道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不是来这儿偷过东西，而是这里原本就是他的家。什么？都别吵了，先拿保险箱再说。开了！惠离子，少爷，我吃好了，真的很好吃，谢谢你。少爷，您这么快就吃完了？我回书房了。等等，少爷，我煨了一天的汤，您还是喝一碗吧。好，那我得喝碗汤。我给您盛来。到妈妈这儿来。好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哎呀，慢点跑！哎呀！那颗红色的按钮是干嘛的呀？啊，这个红色按钮啊，在关闭保险箱之前，一定要先摁一下，否则保险箱就会滴滴滴滴滴的响个不停的。不要！快走！好像有情况，快去通知冯部队长。是。不好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可能要出事。怎么办？组长。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废话，撤！喂，什么？听我的命令，立即召集各行动小组增援，就是死的只剩下一个人，也要把情报给我打回来。
是。大家住手！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，当然，我更佩服你们的智慧。我很想知道你们是谁呀？还有，怎么知道我的保险箱在什么地方？姑奶奶们是狐仙，一掐指就算出来了。小点，好，别说话。既然是狐仙儿，你们没有算到现在的情况。你想要怎样？我想怎么样？现在的形势一目了然，除了束手就擒，你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。我们的选择还有很多。哦，说说看。就是杀了你。好，你们把枪放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擅自开枪的，军法从事。功夫不错，女人当中，你已经算是佼佼者了。作为胜利者的一方，我是不是可以摘下你的面纱，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带他们走！不行，我们不能丢下你。走！谁叫你回来的？让咱一起走。小心！怎么样了？江大哥，江大哥，快撤！立定！向左转，向看齐，向前看。稍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对你们进行地狱式魔鬼训练。我的天，魔鬼训练！姚小点，认真一点。是。首先训练你们的体能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跑1万米。什么？1万米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你当我们是洋车夫啊？组长，这是不是太多了点？这多吗？战场上的战士，每天要跑几十里，这区1万米算多吗？有些人在公报私仇啊！这还不是被你所吴秀娜，有。我看就你最精神，在底下嘀咕什么？长官在训话，你要认真听着。作为惩罚，你跑2万米。喂，这旁边张口说话的你不罚，我连嘴都没张，你罚我？再废话，3万米。是。立正，加油，转，跑步走，1、2、1，
加快速度！加快速度！继续，不许停！大家做准备活动。下一项，爬树，锻炼大家的上肢力量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准备，上！姚小点，又是你干嘛呢？偷懒？下来。姚小点，就你会耍小聪明。重新来，上树。快，要跑起来！快，速度！姚小点，你在干什么？如果你肩上扛的是一袋炸药，你还会把它放在地上吗？快！快！跨过去就是报仇，跨过去就是胜利，跨过去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快，加快速度！要你们的速度和力量！你们想一下，前方如果是你的家园，正在被敌人肆无忌惮的烧、杀、掠、夺，你们还能如此怠慢吗？快，姚小点，加快速度！我的妈呀，累死我了！我的脚都起泡了，这以后还怎么跳舞啊？你还想着跳舞呢？看来你还是不够累。都怪那个江一夜，搞什么魔鬼式训练呀？找个能跑的，干脆找杨车夫算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还不是跟着一块受累。小点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说什么呀？问你什么感觉？感觉，我的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腿的存在了。今天我们开始训练新的科目。啊，今天不用跑步啦？小点，你还没跑够吗？
哎，太好了，终于不用跑步了。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枪械的知识。不就是打枪吗？还用你教？哦，看来你很内行嘛。哇，姐姐真棒！江组长，以我姐姐的枪法，那还用教吗？要不然比试比试？果然是好枪法，神枪手，小林。怎么了？不会？步枪谁不会？哼！姐姐加油！我用手枪，照样可以杀人。当然，你的手枪可以枪枪命中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手枪的有效射程只有50米。这就意味着，以后你的每一次行动，都要与敌人短兵相接。那我们以前不都是跟敌人短兵相接、近身肉搏的吗？但是每一次我们都身处险境，陷入了敌人的团团包围之中，每一次逃脱都很侥幸，甚至还付出了很多人的性命。你们想一想，以后你们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会有多少人为你们掩护？会有多少特工为你们身处险境？杨慧是怎么死的？难道你们都忘记了吗？江组长，小点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他是什么意思？江组长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看要不然今天就算了吧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秀娜，姐，别喊他，让他走。欢迎欢迎。你舞过是怎么有啊？怎么老是跟不上拍？就是你带的不好，要不然换我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往左，往右。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啊？恭喜恭喜李文田！哎，恭喜恭喜！欢迎欢迎！哎呀，早知道就不叫他们来了。秀娜和秀丽，看见他们没有？没有啊，该来的不来，不该来的全来齐了。恭喜恭喜！哎呦，恭喜啊！哎呀，没多吧？李文田！恭喜！欢迎欢迎！嘿嘿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帮主，帮主，前野少佐和服部少佐来了。哎呀，前野君，大驾光临，我这里是蓬荜生辉呀。副部队长，欢迎。张老板客气了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请您收下。哎呀，您太客气了，多谢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副部军，你是空手来的吗？张老板和钱野君看来交情不浅，我看是老相识了吧？这是中国的一种传统，叫礼尚往来。副部队长能来我就很高兴，不要带什么礼物了啊！礼相请，礼相请。请，请，请。张先生，今天这里很热闹啊。哎，你们进去干嘛？我们待会儿还要采青呢。采青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恭喜发财，图个吉利。你要是不用啊，那我们正好回家歇着了。反正工钱我们也已经领过了。美的你！不行，给老子进去！到底看见他们没有？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在宾客里没看见他们呀。
黄狮子。8九不离10，不行，我得去拦住他。好。郑雅，怎么会是你？为什么要来坏我的大事？秀娜，你千万不要冲动。张小天戒备森严，你即使杀了他，你也出不去啊！出去又怎么样？杀父之仇，无论如何，我今天一定要报。秀娜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，我们从长计议吧。看来周姐姐是拦不住秀娜姐的，好像是。那咱们也去吧。好。好，精彩！我张啸天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耍狮子的。看来今天的赏钱是不能少了。姐，张啸天，留着你的钱给自己办后事吧。你们不是来祝寿的，是要取我张某人的性命。是又怎么样？我今天就要杀了你，为我父亲报仇。看来我这帮弟兄不答应。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想要知道我们是谁，有本事你自己上来瞧啊！把他们抓起来，揭开他们的真面目。不用揭了，我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了。我想，钱野君也知道他们是谁了吧？钱野先生，您知道他们是谁？张先生难道忘了吴建宁了吗？把他们抓起来！快把帮主扶到后面！上！小心！胡总，快走！混蛋，又抓我！给我追！站住！什么人？我们是护士，来给钱野先生打针的。对不起，除了林医生，谁都不准进去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麻烦您把这个带进去，一会儿林医生要用。
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是林医生的护士，来给您打针的。哦，那林医生呢？哎，林医生，林医生，姐，几点了？还有8分钟，那咱们行动吧。快走！这是莫名其妙。怎么回事？病人怎么会突然这样？不知道，我们一进来他就这样了。情况不妙，赶紧通知抢救室，立即抢救，快！好。来，快点！耶！等一下，老爷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父亲，父亲！郑雅，为什么还要进去？我们把人绑了，直接带走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一旦有人发现千月园中被掉了包，我们谁也出不去。现在没时间了，我们必须拖延时间，让秀娜把千月园中送上车。但是我们没有但是了，时间来不及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病人突然休克，必须马上送到急救室抢救。老爷，老爷，这刚才还好好的呀。父亲，你们赶快离开，不要耽误了抢救。父亲，父亲，快点，快点！林医生来了，你去问问他吧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我现在要赶紧给将军去抢救，啊，恕不能奉陪了。医生，病人突然休克，必须马上送到急救室抢救。不许动！你们是什么人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是谁？将军呢？别问那么多，要想活命，就按我说的做。哦，原来你们绑架了千野将军，但是他的儿子千野正信就在外面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怎么脱身呢？那就要看我帮忙了。对不起，病人正在急救，请你不要进去。
对不起，我必须要进去，请你让开。医生，就看你的了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进去。千叶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林医生，我父亲怎么样了？你父亲，我现在正在手术，将军的情况还不稳定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好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少爷，惠梨子，老爷怎么样了？哦，医生说父亲没有大事，你先回病房吧，我在这儿看着就行。是少爷。那就请你们在外边稍等，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。好，麻烦您了。周小姐，我一猜就知道是你。请问将军呢？将军在急救室抢救呢。抢救？是。周小姐，你把我的父亲藏哪儿了？你先把人放了，然后我再告诉你。林医生，你知道我的父亲在哪儿吗？钱医生，那不关我的事，我是被逼的。我问你，我的父亲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的父亲已经不在医院了。那就太可惜了。你们一个我都不会放过。周小姐，别听他的，你不要管我，你们赶紧走。郑雅，我们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。没用的。据我认识的周小姐是绝对不会放弃她的好姐妹的，难道不是吗，周小姐？你说的没错。那你现在有什么办法救你这位小林小姐呢？郑雅，我们这么僵着不是办法。周小姐，不要管我，只要你们能脱身，那钱野元忠足以交换我和江组长。江组长，江一燕，哦，原来你们的计划是救出江一燕，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不过你们太天真了。医生，医生，将军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们谁也逃不掉了。医生，里面怎么不说话？医生，开门，把门打开。再不说话，我就撞门了。是服部君吗？钱野君，你在里面，为什么不说话？医生正在治疗，你吵什么？你是在打扰医生的工作。实在抱歉，将军现在怎么样了？父亲已经没什么大事了。司令阁下让你立刻返回司令部，等待重要指示。返回司令部？难道你想违抗将军的命令吗？走。怎么走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难道你在帮我们？周小姐，我们来做笔交易怎么样？什么交易？哎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会不会失手了？哎，服部弘毅，
感觉什么事也没发生啊。你快去报告，我在这儿看着。好。周小姐，只要你肯放了我的父亲，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。什么？你们不是想救江一燕吗？只要把我的父亲放了，可以拿我去做交换。周小姐，鬼子的话不能信。是啊，郑雅，日本人的话都是鬼话，我们可千万不能相信他。哼，就凭你，也能换得了江总长？看来在你心中，江一燕是个香饽饽，而我却是一钱不值。呸！你怎么能和他相比？你只是个侵我国土、杀我同胞的倭寇。原来我在你心里如此不堪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，因为你失忆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谁？是我，是我姐。全野正信，秀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好了在约定地点见吗？见到小点了没有？没有。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？给我打给我！哎呀，快呀，快！你过来一点，快点，快要开，快要开，快点！哎，你，哎，日本人，你看，日本人！小心，咬他！小心你咬他！看来你们的计划完全失败了。什么失败了？你老爹还在我们手上。没错，赶紧放了小丽，不然我们就要了你爹的命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们就铸成大错了。哼，用不着吓唬我。哦，那么江一燕就是个死人了。还有，上海日军最高司令长官被杀，我将立刻启动复仇计划。什么复仇计划？啊，这个我还没想好。也许就让被关在日军战俘营里的1000个国军战俘来为我父亲陪葬吧。千叶正信，你好毒啊！周小姐，快杀了这家伙！或许你们可以接受我的提议。李志群愿意用江一燕交换你，你算你跟从，你只是个少佐罢了。没错，我的确是个小小的少佐，但是在我父亲眼里，我是他唯一的儿子。郑雅，你不会真信了他的鬼话吧？别动！小顺子，把他也给我绑了。来，快点！快点！姚小姐，姚小姐别这样，咱们都是自己人呐，姚小姐。少跟姑奶奶来这套，谁跟你是自己人啊？啊，我们在这儿忙活，你们相见现成的，想得美！好，我就跟你做这笔交易。周小姐，你不能啊！郑雅，你不要中了他的计。别说了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以后雅典娜小组每次行动，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。我已经决定了。姐姐，怎么抓了个小的呀？先走了再说，上车。小顺子，你先回去吧。周小姐，周小姐，求您手下留情，别杀我们，我们也是按照处座的意思行事的呀。周小姐，求求你了！闭嘴！没用的东西，干嘛向这些强盗求情？
国的军人丢脸。周正阳，有种的，给老子个痛快！哟，嘴倒是挺硬的，我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子弹硬？住手！我不会杀你们的。你们回去告诉冯科长，江组长我们就定了，他要是能帮就帮，不能帮忙就不要碍事，更别想着霸占别人的成果当功劳。放他们走。郑雅，现在怎么办？钱野元忠没抓着，只抓到个小的。先去把钱眼正信弄醒。走。他做得对呀。如果你下命令封锁了医院，这些女人无路可逃，那个时候我可真是命亦休矣呀。将军的意思是，钱野少佐是在救您。好了，你是在怀疑他？不敢，您有一个好儿子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，在下一定全力以赴营救钱野少佐。醒醒！需不需要绑得这么紧啊？我们和你交过手，说不定我们几个加起来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就像现在这样绑着你，我晚上睡觉都会觉得不踏实呢。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在表扬我呢？别在这嬉皮笑脸的啊！要不是为了拿你交换江大哥，我早就……小点，住手！钱眼正信，今天你说要跟我们做笔交易，现在交易进行到一半，还有一半。我希望你能继续跟我们配合。只要我们顺利把人救出来，我们一定放了你，到时候皆大欢喜，你觉得呢？好，要是让我和你们合作，那就先把你们要合作的方式说出来，我先听听看。哟，这是想知道我们的作战计划呀？想得美！其实我们下面根本没有计划。姐姐，你聪明，跟聪明的人打交道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讲实话。小点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跟他单独谈谈。可是姐姐她……小点，我们出去。老爷，开饭了。哦，惠丽子啊，我问你一件事儿。老爷，什么事儿？我今天被绑架昏迷后，少爷为什么不在病房啊？景君，从今往后不会再让你受苦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怀孕了，你怀了我的孩子。惠丽子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呢？我去厕所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救我们？救你们？你在说什么？上一次，不对，是2次。在你家
你的房间。你快走吧，你放我走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你最后逃走的机会，你也要放弃吗？还有一次，我卖你个破绽，你用刀挟持我走。什么？别动！你故意卖了破绽给我，让我挟持你。还有，你为什么会有我父母的照片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老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是不是关于少爷事儿啊？老爷，不关少爷的事。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在您被绑匪绑走之前，我突然间头晕，站都站不起来。少爷为了关心我的身体，非让我去看医生。都怪我不中用，老爷非得赶在这个节骨眼上。要是少爷不离开您，您也不会受这样的苦，少爷也不会在最后被他们绑走了。老爷，真是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好了好了，我不会怪你的，你去吧。老爷，那饭……你放着吧，我一定会吃的。是。说，你究竟是谁？跟我们周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谁？谁在那儿？哎，姐姐，你谈完啦？还没呢。对了，刚才有人出来过吗？刚才没看见啊。那你在干嘛呢？我在这玩呢。哎，他们呢？哦，他们肚子饿，说吃东西去了。吃饭你都不去，真是奇了怪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去啊？是我划拳输了，他们说输的人必须在这儿看门。都去了，那小林去了吗？秀娜姐、秀丽姐、小林姐他们都去了。哎，不过他们说了一会儿给咱们带好吃的回来。你问这干嘛呀，姐姐？没事了，你玩吧。好。怎么？看你的表情，一定是没有找到在背后偷听我们的那个人吧？这个人怎么这么聪明，仿佛能看透人心思一样。都说日本人是鬼子，还真是鬼得很呢。中国人也不差，都那么奸诈，要不怎么出这么多汉奸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国家林子大，什么鸟都有。行了，不跟你扯这些闲话了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小梅，现在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为了确保万一，为了家门深仇，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。是不能说，还是不敢说呀？你以为我不敢说吗？你父亲杀了我父母和家里上上下下13口，他们犯了什么罪，要遭灭门之祸？
我母亲，一个女人，你们怎么能下得了手？是啊，为什么要灭门呢？为什么要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？在我的脑海里，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、最善良的妈妈。周小姐，我理解你。你理解我？你配吗？你别以为你做这些就能替你父亲赎罪了。你以为你放了我几次，你就能把你父亲杀我父母和家人的血海深仇都忘了是吗？你做梦！我现在就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疯了！周小姐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哎，姐姐，郑雅，姐姐，郑雅，姐姐，郑雅，郑雅，郑雅，你醒醒啊！郑雅，哎呀。秀娜，你们不能过去，前面是陷阱。江大哥在车里面，就算是陷阱，我也要去。哎呀，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开枪了。今晚开枪试试。你不要逼我，郑雅。你先送陈小姐回家。是，那将军您呢？我去宪兵队。尽管开枪吧。不许动！继续上来，把他铐起来。吃干什么？吃什么？起来，不许动！我在执行公务。这里是法租界，不是你们日本租界。大半个中国都在我日本手里，你法租界算什么？少爷，少爷！叫城口过来，叫他过来接我。是。把他押走，走走，老实点，走。行了，别拦了。小林，连你都拦我，眼看着江组长就能救到了。但是你也看到了，服部弘一他们早就设下了埋伏。人就在眼前，我们可以拼一下啊！人是假的。什么？那人不是江一叶，是他们找人假扮的。我不信，我已经托人打听过了，江一叶还在76号。你见了？你亲眼看见了？郑雅，你怎么变得如此的不理智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觉得秀娜说的有道理。周小姐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走吧，走。
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，没有怎么样就好，没有怎么样就好。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该死的军人，他以为仗着法国的事就可以耀武扬威，我看法国早晚也要完蛋。是，那少佐的意思是德国即将进攻法国的传言是真的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他还跟着干嘛呢？那您的意思是？该干嘛干嘛去。将军，您来了。你看你这个德行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自作聪明，成事不足你败事有余。接。你好，我是服部弘毅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准备要用假货跟我们交易？你还敢打电话给我？你是不是不想要千叶正信的命？不是这样的，是76号的李志群不放人，我才出此下策。好啊，那你就等着收尸吧。别，周小姐，别挂电话，我来接。喂，你是谁？千叶元忠中将。你是千叶元忠？是的。你看这样，你把我儿子放了，我就放了江一燕，怎么样？你怎么保证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放了江一燕以后，你们确认她安全了，再把我儿子放了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可以考虑。那好。怎么样？他们愿意放人，并且可以在我们确认江组长安全的时候，我们再放人。太好了。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警方有诈。秀娜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你要是觉得对不起我，就请我吃饭吧。好啊。你好什么啊？又不是你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两个没事就好。对了，秀丽呢？叫她一起吧。再叫上小点吧。小点看着千叶正信呢，我们这一次不像他。那小点要是知道了，肯定非气炸了不可。走吧。走。哎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哦，对了，我听他们叫你小点儿是吧？姑奶奶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？好，那我就叫你姑奶奶。姑奶奶，我憋不住了，要上厕所。撒在裤子里。比这个麻烦一点。我如果要拉在裤子里，你不嫌丑啊？你这人真麻烦。那，给你。你是不是得把我手打开？要不然我怎么解裤子呀？哦，我给你把手打开是吧？你当我傻呀？切！那你不把我手打开也行。来，你帮我把裤子解开。你让我给你解裤子？你不耍流氓吗你？你这个臭流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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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是你，秀丽，秀丽，哎，人呢？不在啊，他去哪儿了？算了，他这人肯定去哪个歌厅喝酒去了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我听到动静知道肯定有人来救我，但我还真的没想到，居然是你。你都听到了？不然呢？不然我为什么要吸引姚小点的注意力啊？还真是个厉害的角色。看来我们是斗不过你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
快走吧，迟了他们可就回来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而且是谁派你来的？只要你救了前野正信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我也不想救你，要不是这些好像不该是你问的吧？快走吧。好，那就谢谢你了。姐，郑雅，小蝶，对不起了。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今天没去哪儿，我一直在家。是吗？一直都在吗？是啊。你撒谎！今天晚饭的时候我来找过你，你明明就不在，恰好这个时候前野正信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给救走了。你不要告诉我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怀疑我？怀疑你的亲妹妹？那你给我一个不怀疑你的理由。我出去喝酒了。去哪儿喝的？去威斯汀。我刚从那儿回来，那儿的人说压根儿就没见过你。我记错了，我不是去的那儿。等一下，在你说之前，以爸爸的名义发誓，你说的话都是真的。我想晚餐就到此结束吧。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都听到什么了？听到好多，多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圆谎了。哦，是吗？那谢谢你了。不过你可别忘了，刚才我也在替你圆谎。好，是我，都是我做的，行了吧？果然是你。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为了这个？为了钱？为了钱行吗？谁给你的钱？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是不是日本人？是不是？你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能挣着钱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以前我们不也是这样吗？只要是为了钱，你就去偷。我没有你那么好的本事。为了钱，为了钱，我只能去舞厅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。你居然打我！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！你怎么对得起郑雅、小点、小林？你怎么对得起去世的父母？你别说了，他们我管不着，可是爹的仇，我一定要报！爹，女儿不孝，
到现在都不能为你报仇雪恨。小点儿，嘘。他怎么样了？一直咳嗽，昨天还发高烧呢。小林呢？去抓药了。那个事儿，你知道了吗？你是说？郑雅知道了。我把报纸给撕了，连小林都不知道。好在她生了这场病，还真是因祸得福了。万一周姐姐醒了，知道我们瞒着她，她一定……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救她，不如瞒着她，等过段日子就好了。可是，可惜了江组长。小点，哎，她醒了，你先别说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醒啦？郑雅，哎，你别起来呀，快躺下。我刚才听你们说，什么江组长，是不是江组长有消息了？没有，我们没说江组长，你听错了，是不是小点？哎呀，你听错了，我们说给你煮姜汤喝，说你喝点姜汤出汗，病很快就好了。你们没骗我？怎么会呢？他们就是骗我们。报纸上说，今天下午江组长就要被执行枪决了。什么？把报纸给我！哎，小点，把报纸给我。军统匪首江一燕现已落网，于今日下午2点执行枪决。还有救？什么？上面说下午2点再执行，还有时间。哎，姐姐，现在都已经1点了，人在哪儿枪决都还不知道，怎么救啊？郑雅，我们已经尽全力了，这是江一燕的命。我不信你，我不信。姐姐，郑雅，你别这样。周小姐，姐姐你没事吧？姐姐，郑雅，你没事吧？郑雅，姐姐。快点，快点！姐姐，郑雅，郑雅，周小姐，周小姐，郑雅。燕，你绝对不会死。
哈哈。